熊孩子电梯里推着购物车乱撞，看到角落里的黑色塑料袋，他想也没想就撞了上去。下秒电梯就传来此起彼伏的尖叫声。这已经不是第一次发现尸块了，所有的尸块都被整齐切割，分别扔在不同的地点，并且每一袋里面的尸块都是属于不同死者拼凑而成的。从切割手法可以确定，死者擅长医学以及解剖学。如果没有这些专业的知识，凶手是无法割出如此整齐的切面。如此残忍恶劣的案件很快引起了高层的注意，紧急成立了专案组。专案组成立的第一天，篮球场就再次出现黑色塑料袋的尸块。凶手的行为简直就是对警方蔑视。经过法医的鉴定，篮球场发现的手臂跟第一起案件的尸块属于同一人，这也说明凶手每次投递的尸块都属于不同死者身上的不同部位。也就是说，第一起案件的尸块和第二起电梯案发现的头颅上半身刚好是属于一个人，但电梯案发现的死者手臂又和篮球场死者相同。这么推断下来，如今被发现的死者缺少的部分应该还没被凶手遗弃，看来可能还会出现一个新的死者头颅，用来搭配以上死者未被发现的部分。这简直是真人版消消乐。幸运的是，这次在篮球场的死者身上找到了一颗假牙，通过这颗假牙也顺利找到了死者信息。死者是一名画家，身份并没有什么疑点。可奇怪的是，死者曾经在医院留下的信息里面，紧急联系人不是亲人，反而是一名毫不相关的女人。女人非常漂亮，名叫小美，可她本人也不清楚画家为什么会将她列为紧急联系人。无奈警方只好将电梯监控视频播放给小美辨认。由于人流量比较大，再加上监控模糊，小美并未在其中发现可疑人物。可当警员将死者照片拿给小美后，令人震惊的是，小美竟认识所有死者。更加诡异的是，这些人都跟小美有过感情经历，并且尸体发现的先后顺序也跟他们和小美相处的时间顺序相同。这样的发现不得不让警方将注意力全部放在了小美身上。小美家境优越，父亲是名画家，但脾气阴晴不定，并且最近5年都从未出现过，也没有发现她的生活痕迹，好像这个人突然人间蒸发了一样。这样的结果让警方更加怀疑小美，于是决定24小时不间断对其进行监视。经过几天的观察，警员发现小美生活单调，每天2点一线，甚至基本没有什么社交，只有一个关系比较好的女孩。女孩名叫小敏，是一名实习医生。从她口中得知，小美多年前割腕被送医院，两人渐渐熟悉，成为了闺蜜。与此同时，法医再次发现新的线索，在几名死者身上都检测出了十分罕见的优质防腐剂，这也让警员小帅想到，在跟踪小美期间，有一个叫小石的男人经常纠缠小美，而这个男人之前曾买过同款防腐剂，因此小帅怀疑小石是小美的疯狂追求者，对小梅爱而不得，因此杀害其他竞争对手。随后警方找小美验证猜想，从小敏的口中得知，小美去国外留学期间，小石也执着地跟随了过去。当时他选择的课程中就有专业解剖学，再加上之前他购买罕见防腐剂的事情，警方很快将其列为第一嫌疑人。可面对警方的审问，小石死不承认，并解释说自己学医出身，解剖都是必修课。至于他购买的防腐剂，是因为他是昆虫爱好者，需要经常做标本才购买的。警方没有有力的证据，只好在规定时间将小石释放。可事后警方在分析审讯视频时，意外发现小石竟能精确地捕捉到审讯室里每个隐藏摄像头的位置，这让小帅对他更加怀疑。直到这天，他在小美家发现了许多位置不一的装饰物，他瞬间想到了什么，等拿开装饰物，果然发现里面藏着许多摄像头，而这些正是小石偷窥小美用的。于是警方即刻出警，打算将其逮捕归案。可到他家后，却发现屋内空无一人，小石早已失踪多日。在桌上的便签纸上，小帅发现了一组数字，这让他十分熟悉，却又怎么也想不起来在哪见过。很快警方在小石家冰箱里也找到了篮球场案缺少的心脏。如今在小帅看来，小石已经畏罪潜逃，最主要的是保护好小美，以免发生意外。不久后，警方就找到了小石之前曾租过的一间地下室，狭小的房间满满一面墙，全是关于小美的信息以及照片，甚至角落里的架子上还有大量小美的生活视频。如今电视上播放的正是小石被杀的全过程。直到这时，小帅才明白，小石只是小美的疯狂追求者，并不是案件的真凶，只是其中一个受害者罢了。小帅失望地离开地下室，刚走到马路上，